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49周，即从12月5日到12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48周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周开盘价是179.96，周收盘价是194.86。在当周最高价是到达了198.92，最低价是在178.56。那在当周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五均值。量，当周的成交量是 4.03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周的 1.2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上穿了慢线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上行的走势。MACD 开口变小，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空头的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第48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到低档之后的反弹中。那出现这样一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站上了前一根 K 线这个锤子线实体的上沿和前高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根 K 线确认了前一周的止跌信号 K 线。那我们说它并且又站上了五均值说明股价会继续反弹。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根 K 线上方留有一个长的上影线，那说明上方还是有压力的。那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实际上就是在200关口这个位置。那么后续股价能否突破这个200关口将是股价能否继续反弹的一个关键的标志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第48周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95附近。第二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180附近。实际在第48周收盘价是在194.86，出现了反弹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得到，就是说反弹上方是有200关口是有压力的。那么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在第49周，股价如果是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200关口。我们变换一下这条水平线的颜色，作为观察线。好，那然后是上方第二个目标就是209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这个地方。它是第二个目标。那再向上的目标呢，我们说就是上方的237。我们上移一下这个水平线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说在第49周出现上行，第一个目标200，第二个是209，那日后呢将是在237。我们说在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37将会建立头高的多头趋势。那目标一定是要突破这个3号趋势线。那3号趋势线我们说是在2022年4月4日当周和2022年8月15日当周2周高点建立的下行趋势。好，那我们说上行，首先我们要关注
200关口，站上它是股价能否继续反弹的一个标志。那上方呢，再上方我们会关注237，站上237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股价会建立一个多头的趋势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说股价的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。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先把这个水平线删除。对，好，那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说就是要突破前低，对，166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200均值是在163附近，我们保留这条水平线。那如果跌破了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说下方还有一个点位是在159，我们可以也加一条线在这个地方。159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这几个目标也是非常的密集，实际上也是强支撑。159我们说是月 K 线图当中的50均值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月 K 线图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有50均值，现在是在158.678附近。对，好，我们回到周 K 线图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3个目标，对，就是这3条水平线。但是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行啊，在跌破第一个目标166前低之前啊，它有一个强支撑是在178附近，我们加水平线。对，178附近呢，我们说是这个绿 K 的最低。好，对，那么这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对于第49周上方，我们要关注200关口，站上200关口啊，在周中股价站上200关口，将会继续上行，继续反弹。那下方啊，我们要关注178，也就是在周中，如果股价跌破了178，那股价会转为下行的一个走势。那否则在第49周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在200和178之间进行横盘。那这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呢是一个操作的建议。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那在它的收盘价，也就是在194附近，这是技术上的进场点，做多的进场点。然后守停损呢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78，也就是这个水平线。那我们说一下理由，我们会看到在周 K 线图当中啊，这个在第48周，它是收了一个绿 K， 那它的收盘价呢是站上了前面这个锤子线的最高。我们说前面这个锤子线啊，它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后续股价如果站上了它的锤子实体的上沿或者前高啊，将确认这个止跌信号。对，所以首先这根 K 线它是确定了这个止跌信号，然后呢它又站上了5均值，并且我们会看到在当周啊出现的是量增。对，那还有一个指标呢，就是 KD 值啊，现在是快线上穿了慢线。对，所以这是标志着股价要上行的走势。那对于 MACD 我们也会看到是出现更短的红柱，也就是它的下行的趋势，空头的趋势在减弱。所以说啊，在194这个地方，它将是一个做多的技术进场点，守停损在178。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周啊，股价还会出现回踩。
所以我们说这个178是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操作上的建议。另外，我们还想补充一点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走势，说在周 K 线图当中 ，KD 值快线上穿慢线之后，我们会看在2022年6月27日当周和7月4日当周，我们会看到也是快线上穿慢线。那在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回踩，然后呢出现了上行，对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回踩它并没有跌破前一周 K 线实体的下沿。好，那我们再向前再看一个例子，也就是在2022年3月7日当周，那我们会看到在和3月14日当周出现快线上穿慢线之后我们会看到后一根 K 线是一个跳空的高开，然后回补一下这个缺口，就继续向上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从历史上这个 K 线信息，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根 K 线，再看这个 K 线对于这也是快线上穿慢线，那么在接下来一周呢，就是它还会虽然出现了横盘，但是呢还会有高点的出现。所以说我们说在194这个地方进场呢，我们可以守停损178。对，这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进场的一个依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49周当周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说是前高199到200关口，对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压力就是上方的这个209，当然还有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05，对，到209，所以正好和第45周的最高重合，也就第二个压力是在205到209之间。好，那第三个压力呢，我们给出是这个第44周这个红 K 实体的上沿是在226附近，对，这是第三个压力位。好，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是在189到193之间，对。那第二个支撑就是178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还愿意给出一个支撑呢，是175，第三个支撑175是第47周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好，那第四个支撑呢，我们说就是这166，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第49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对。那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上方200关口还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，对。所以如果要出现回档呢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。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02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8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9.5附近。那出现回档，它的条件是股价在周中是不高于202，对，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条件，那么才会出现回档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。如果继续反弹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9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6，
收盘会收在212附近。那么出现继续反弹的条件，它股价在周中是不可以低于187的，对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49周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